你知道台湾女性最常得到的癌症是哪一种吗？乳癌是我们台湾女性发生率最高的癌症，而因为癌症造成女性死亡的第3名就是乳癌。针对乳癌，我们要怎么样及早防治、发现，进一步怎么治疗跟重建？今天在这一集，赖医师就跟大家聊聊乳癌重建的相关话题哦。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平均每36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诊断出罹患乳癌。根据2022年的统计，乳癌造成的女性死亡率也从2018年的第4名，在去年上升到了第3名。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女性平均罹癌的年龄跟欧美国家相比，大概早了10年左右。10月份其实是全球的乳癌防治月，赖医师在这边呼吁各位女性朋友们，千万不要轻忽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平常要养成自我检查乳房组织的好习惯。那身为女性，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早一点发现可能的疾病呢？针对乳癌的症状，可能会有硬块，甚至会有乳头不正常的分泌物。一般我们建议所有的女性在经期结束后的1周内，都要自己做仔细的检查。那在身体检查的时候，能够自己触摸双侧的乳房及腋下有没有不正常的肿块。万一摸到不正常的肿块，建议就要即刻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即使都没有检查到硬块或是没有症状，一般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2年要做1次乳房摄影。如果家里面不幸有乳癌的相关家族病史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检查的时间和频率就要再做调整。基本上乳癌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但是我们会发现跟欧美国家相比，台湾乳癌的治疗手术切除之后重建的比率，在过往年比较起来是相当低的。这几年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大家观念的改变，乳癌术后重建的比例有慢慢的增加。万一之前不幸得了乳癌，但是病情如果稳定，现在想要做2阶段的重建，应该怎么办呢？赖医师来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下要注意的事情哦。那基本上乳癌的重建，如果当初没有做立即重建，之后考虑2次重建的话，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确认我们自己乳癌的治疗，不管是疗程或是癌症的病情都已经稳定告一个段落，这时候再来找整形外科咨询才是重点。毕竟我们都希望癌症的病情能够稳定之后，我们才能够放心的重建，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后续可能要进行的放射线治疗或者化学治疗，影响到我们重建的选择和手术方法。我们最主要重建的方法分成2大类，一类就是自体组织的重建，第2类就是假体的重建。取决的方法就是在于皮肤组织有没有缺损，是不是需要自体的组织来做重建。因为大部分乳癌的重建都是单侧，所以我们在医师在做重建之前做手术规划的时候，会以健康的健侧作为参考来做重建的大小选择。不过呢，因为我们乳房天生随着时间就会下垂，根据患者的年纪，乳房下垂的程度或许有所不同。如果真的很在意最后手术的结果是否2边都会对称，有时候除了换侧做假体的重建或是自体组织的重建之外，健康的那一侧通常有时候也需要做一些提乳或其他的手术做辅助，才能够让我们2侧的乳房最后能够有比较对称、比较好的手术结果哦。基本上我们的乳癌在做重建的时候，跟一般的隆乳手术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乳癌重建通常都是因为把一部分的乳房组织切除掉，有的人甚至乳头、乳晕都已经被牺牲掉之后，才要再做重建的手术。而且如果之前还有治疗过放射线、照射过放射线的话，我们的软组织皮肤都会有点挛缩，也会有手术后的疤痕，皮肤组织的紧张度也会影响到我们重建的选择。所以我们在手术之前的评估必须要看乳头、乳晕有没有被牺牲掉，手术之前有没有放射线的治疗，皮肤组织有没有挛缩或不够的状态，来决定要怎么重建。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根据自身的条件都可以用假体去做像隆乳一样的手术结果。一般我们在做内视镜隆乳手术的时候，不管我们的手术切口是腋下或者乳下缘，我们放置的位置呢，都是在我们的乳腺以下，可能是这个层级，甚至是在胸大肌以下半筋半肉的这个层级。我们是把假体放在乳腺以下。所以呢，乳腺的边缘会因为我们本身正常的乳腺和皮肤脂肪的包围，它的边界感不会太明显，这是一般的隆乳手术。
但是当我们在考虑做乳癌切除之后的乳房重建时候，乳癌因为会把有生病的这些乳腺组织给切除掉，所以如果患者又很瘦的话，我们皮肤以下可能马上就会碰到肌肉，过来就要放置假体，所以假体的边缘感有时候就会比较明显，而且比较不会有正常乳腺往下垂坠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很常在2阶重建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多年之前就把乳腺切除掉之后，我们的皮肤它会慢慢的缩紧。那如果多年之后我们才想要放置假体做重建的话，有时候这个皮肤因为太紧了，我们想要放置跟对侧一样大的大小的假体的时候，皮肤因为太紧张，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放置的比较自然。有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放置所谓的组织扩张器，把组织扩张器这个东西像空的塑胶袋一样，先事先放到我们皮下的组织，根据后来回诊皮肤张力的大小来做调整，逐步的加生理食盐水进我们的组织扩张器里。这个皮肤跟软组织本来很紧张的，就会因为组织扩张器打水之后慢慢被撑开。当我们把这个空间撑开之后，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够放置适合的假体大小，让最后的手术乳房重建的结果能够更好。至于如果第一次手术就把乳头乳晕牺牲掉，或是大面积的把外侧的皮肤牺牲掉的患者，可能组织扩张器还是不够撑开我们想要的空间。如此一来，就可能要配合自体组织的重建，加上假体的重建，才会有比较好的手术结果。针对乳头乳晕不幸因为癌症的关系被牺牲掉的患者，在重建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将乳头乳晕一并做重建的。不过通常我们会先建议把乳房的本体以及乳头的大小做皮瓣的重建，过来才是考虑乳晕的颜色。通常我们就会考虑用医疗的刺青来做补足，才会让外观跟原来比较相似。至于乳头的重建，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不同的材质，有时候我们会选择自体的肋软骨，现在甚至有异体的肋软骨可以让我们做选择。赖医师其实在临床上面常常会听到有许多不幸罹患乳癌的患者，当初发现异状的时候，会因为担心害怕乳房切除之后不再完整，不像女人，因此而害怕去做手术治疗，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实赖医师想跟大家分享，由我们整形外科医师做大家的后盾，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乳癌的切除跟手术治疗。等到治疗完之后，我们再做重建，还是有可以很好的结果。当然，因为每个人癌症治疗的状况和当初切除的情况不一，每个人需要重建的手术方针也可能不一样，所以赖医师建议，如果有重建需求的你，不要害怕，还是来到诊间找赖医师，让赖医师帮你做最适合的手术规划。